在一个被遗忘的岛屿上，隐藏着一个神秘的秘密。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年轻的探险家利亚。从小他就被父亲讲述的阿里亚多的故事吸引。那里据说居住着一种罕见的神奇生物影翼鹿，这种生物能在夜晚发光，光芒中隐藏着治愈和保护的力量。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 AI 技术学堂。那么本期视频呢，小鱼儿会手把手教大家做一个神奇生物故事。那这期视频呢，非常适合我们的新手朋友，我会详细实操每一个步骤。如果你会的地方呢，那么你可以直接跳过看。这期视频呢，会全部由 AI 来完成。只要你跟着小鱼儿的视频看到最后，那么你也会学会如何制作视频。本期视频呢，会用到4个 AI 工具。那一个呢就是一个 ChatGPT， 第二个工具呢就是 Midjourney， 第三个工具呢就是一个 LayerPax 第四个工具就是一个 Mubert， 最后呢会用到一个剪映。那么这里的每一步呢都非常重要，而且息息相关。所以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开始。在看之前呢，大家记得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并且订阅小鱼儿的频道先赞后看，养好习惯。第一个工具呢要用到我们的老朋友 ChatGPT 4。那么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 GPT 账号的朋友呢，记得一定要先拥有一个 GPT 账号。那描述栏那有购买链接，这里朋友需要截图的地方呢可以截个图。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始。首先呢，我会让 GPT 帮我来写一个文案脚本包括一个分镜图。这里呢我就直接给了他一个提示，非常的简单GPT 4的跟他沟通起来相当的容易不用给他一连串的一些提示语这儿让他帮我写一个神奇生物故事，故事要吸引人，给人非常神奇的感觉，就这么简单。那可以看到 GPT 呢，他就帮我写了这样一个故事。那故事内容呢，我看了一下就是一个年轻的探险家呢，发现了一个神奇的影翼鹿这个鹿还发光非常的神奇。那么你看到最后的视频，你就会知道。那有了一个故事之后我们要知道这个故事里面它有哪些角色接着我们问 GPT 故事里出现了几个角色。那他告诉我们故事中出现了2个角色，那么一个呢就是故事的主角他的名字叫利亚。那还出现了第2个神奇的生物，就是这个影翼鹿，听起来就很神奇还发光的一个鹿。那其他呢出现的就是一些配角比如说利亚的父亲还有他的乡亲父老，这些呢都是一些配角这些都不重要，我们主要是把2个主要的角色给他先描述出来。那接下来知道了主角之后我就让他描述一下这2个角色的外貌形象特征，背景是白色并画图比例是16:9，中英文对照版本。那这为什么要让 GPT 帮我画一个图呢？那我也是想要参考一下他画的图和 Midjourney 画的图呢，哪个更好。那如果说他做出来的图非常满意，那么我们也可以直接用这个 GPT 4它搭载的一个113来帮我们画图，那你就可以不用 Midjourney 了这一步的你就可以直接全部的图片帮你制作完成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 GPT 帮我画出来的图片不得不说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这个人物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鹿挺特别的。那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刚才输入的一些提示词我们直接把这个关掉。图片下面呢，它就给了我这些描述。那这里是根据你的描述生成的图像，它描述了一下这个探险家的一个形象穿什么衣服，你看这里皮夹克、工装裤，还带一个背包。这个 GPT 呢非常的贴心，它让你看一下是否符合你的要求。那他这样同时把这个给我画在一张图上面我觉得非常不好，因为我要去把它切开来很麻烦我就让他分开帮我分开画这个时候呢，他把风格给我转换成了一个真人了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真人动漫风格。那我要的是一个动漫风格这个就肯定是不行的。那让他帮我画一个鹿要动漫风格，那个鹿呢我还是可以的这儿可以先保留，我们把它下载下来，点击这个按钮来进行下载。接下来呢，我让它重新画女主角。那如果说你也有一个 GPT 4的话，那在这里你让它绘图非常的简单也可以让它你需要的一个比例呢，你也可以告诉他。那可以看到他给我画了一个9:16的我做的是一个 YouTuber 视频我需要一个16:9的一个比例，这里我又让它画成一个16:9的这是一个卡通形象其实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我也可以先把它下载下来。这里呢让它画出来只是给我们一个参考。接下来呢可以看到分别描述2个主角
接下来呢，我还需要一个提示语啊，因为我要用Midjourney去做个图啊，我要来进行一个对比。那我让他描述了一下这两个的形象啊，一个背景呢需要一个白色啊，为什么白色呢？因为我们后期要出现在不同的场景，那么要用的一个以图生图，那背景太花的话，做出来的效果就不太好啊。可以看到，你每一次当你需要一个中文和英文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给他这句话啊，中英文对照版本回复，那就可以看到我们中文也有了，英文也有了，绘图嘛，总是要用英文的。那这里呢，它就有了之后啊，接下来呢又是非常的一个描述哈，这里大家一定要仔细看啊，你可以把视频暂停，你可以截图啊。至于怎么样截图呢，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如何截图，用什么快捷键啊，比如说一个什么加什么这些啦，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你可以把这句截下来。这里呢，我也会把这个提示词呢放在描述栏啊，大家直接去描述栏复制粘贴也是可以的。那这句提示语呢，小鱼儿试过很多次啊，画出来的图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这里我给大家念一下，根据图片内容呢，帮我写分镜描述，可以分10个镜头。那这个镜头的多与少呢，根据你的故事的长与短啊，这个不是所有的都是10个镜头。那你的故事很长，那你可能需要20个镜头、30个镜头啊。我觉得我这里故事不太长啊，一个短故事哈，那我就让它分10个镜头就可以了。每个分镜简单描述。其实一个分镜描述啊，真的不需要太复杂。现在不管是 GPT 也好 Midjourney 也好，那你给了它一个主要的一个啊，只要你给它一个场景的话，它都能给你绘图。你如果描述的太复杂了啊，反而还得不到我们想要的效果啊，就要简单一点啊。其他的一些细节呢，它会自动帮我们填充。那这里呢，简单描述场景人物。没有人物的地方呢，那就没有人物的地方呢，就描述一个场景。那不是每一个场景里面它都有人物，那没有人物你也不能让它硬生生的给你插一个人物进来啊。所以这里呢一定要说清楚，同一场景呢不要出现2个人物，尽量同一个场景不要出现2个人物，因为出现2个人物呢，Midjourney也好小鱼儿也是试过的，它无法同时给你生成2个人物，而且也很难保持人物的一致性。那我们可以把它分开来画啊。这里小鱼儿多说几句。这里场景描述要求，那我的一个要求，我给到它啊，什么背景，什么人物啊，人物出现的位置啊，人物的动作表情啊，什么视角。OK， 那这个呢就是我给他的一个要求。那这几个要求就很重要。那背景是什么？人物是什么啊？出现在什么位置啊？他有什么动作啊？是个什么视角啊？近是一个中景呢？是个远景呢？还是一个近景呢？是半身还是全身呢？那这个呢，视角是非常重要的啊。可以看到 GPT 说当然可以啊。这里是基于故事内容为你设计的10个分镜描述。那么可以往下看到镜头2啊5、6、7。到7的时候呢，它就给我断掉了。你们在使用一个 GPT 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就是说啊，它并没有把它的工作做完，它就暂停了。那这个时候其实非常简单啊，你只需要打一个继续啊，它就继续啊，镜头8、镜头9、镜头10，那所有的分镜描述就已经结束了。那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你要用一个 Midjourney 来绘图啊，它不支持一个中文，它只支持一个英文。那这里呢，我们就直接告诉他啊，把它翻译成英文啊。接下来呢，所有的全部已经帮我们翻译成英文了。这里呢，我们就只需要复制粘贴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先把2个主角给它画出来。虽然说上面有了啊，但是我需要再去用 Midjourney 再生成出来啊。我要对比一下，看一下哪个更好看。啊，这里呢，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复制粘贴，打开 Discord 的账号。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 Discord 的账号啊，或者一个 Midjourney 账号的朋友呢，也可以去描述栏啊，有一个便宜合租的链接。这儿小鱼儿也教一下大家啊，可能我们很多新手朋友还不知道啊，如何去购买一个 GPT 或者 Midjourney。那小鱼儿这里呢就详细讲解一下，如果知道的朋友呢，那这里你可以直接快进啊，看后面的步骤。那这里点开小鱼儿的视频，点开视频之后呢，你可以往下拉啊，在这个描述栏这里有一个向我提问啊。如果说你对一个 Midjourney 刚刚入门啊，还有很多的问题或者说你做视频呢还有很多的问题，那你可以向小鱼儿提问啊，你可以加入我的知识星球。那我们点开这个更多啊，你可以点这个呢，加入我的知识星球啦，可以向小鱼儿提问。再往下呢，就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个 GPT 啊，这里有一个 GPT 账号购买。
那再往下来有一个Midjourney便宜合租啊，那这里我们可以点开这两个其中的一个链接都可以点进来。那这时候呢，它就跳转到了这个页面啊，银河录像局啊，你往下拉啊，这里面其实都是一些常用的工具，包括这里呢还有一个 YouTuber 的一个账号啊，还有很多人用的一个 PS 啊，这里我们可以选一个 AI 服务。啊，这里面就是一些你看 GPT 啊，这个也是 GPT 啊，还有一个汪位的一个纹身图的一个购买啊，这儿还有一个啊，这里都可以看一下啊，这些都是常用的一些工具啊，这里还有一个 Notion 啊，这个是一个笔记，这些呢就能看到这里有一个 GPT Plus。就像我刚才用的这个账号，它可以绘图啊，它也可以写文本啊，它里面搭载了很多的一些工具，这些 AI 工具呢，你都可以直接在 GPT 里面使用。所以这里呢就需要购买一个 GPT Plus 或者 GPT 4。那有朋友买的时候没有注意看啊，买了一个 GPT 3.5。GPT 3.5呢，它是没有办法的，GPT 3.5没有办法绘图啊，没有办法给你一些链接啊。这里我们要选一个 GPT Plus。那这里有2个 GPT， 所以大家要认真看啊。这个我们点进来看一下。那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个独立 3.5 账号。那么这个 3.5 账号呢，你购买了，你就是没有办法绘图的啊，它只能说帮你写一些文案脚本。那如果说你平时的文字工作哈，你用写文章啊、写故事啊、分析这些什么东西比较多一点，那你可以用3.5 的一个账号。那如果你要使用更多的一些工具 AI 工具的话，你可以选这个 GPT Plus。那么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相当于呢，也是一个合租的啊，合租的有45的，10人是45啊，4个人是90。那么这个是一个年付的啊，420，所以你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购买啊。这里呢还有一个共享会员啊，有10人月付的啊，也有4人月付的，还有10人年付的啊。根据你自己的情况，你如果说是需要长期用啊，你可以选择一个年付。如果说你想要更快一点啊，你10人合租的，那肯定没有这个4人合租的用起来更顺畅啊。这里呢，小鱼儿个人建议啊，大家可以看付款呢，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支付宝支付啊，还有一个PayPal账户啊。对于国内的小伙伴来说呢，购买起来也是非常方便的。那直接点击购买就可以了啊。有任何的问题呢，在购买了之后呢，如果不会使用，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联系这个平台的客服。OK 了，接下来就回到我们的一个Midjourney的页面。那可以看到，我刚才已经把这些描述词呢，已经发给了Midjourney啊。我同时用了2个版本啊。大家都知道，最近这里我们看一下，点一个 Settings 一个设置啊，我们可以看一下。那最近Midjourney呢也出来了一个Ligi 6的一个动漫风格，那这个是最新的一个动漫风格。那它同时还有一个Ligi 5的一个动漫风格。这里我也想尝试一下它2种风格呢画出来会有什么不一样。那可以看到这个呢是一个Ligi 6啊最新版本画出来的一个图，给大家看一下，还可以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Ligi 5版本的。只能说各有千秋你们更喜欢哪一个呢？那这里呢，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哈，这个干净，这个不太喜欢。其实这个也还是不错的。我再看一下上面这个，第一个直接 pass 掉了啊，这个不行啊，这个鹿啊，隐逸鹿啊，好神奇。其实最后2张还可以啊，我有选择困难症啊，我觉得这个还不错。但是这个呢，它有少一点发光的。那这里。那不行，我让它重新绘一下嘛。我们点这个按钮，让它重新再帮我们画一张看看。都太多太漂亮了，不知道怎么选。那这张我可以保留一下啊，这张我觉得还是不错啊，干净。我们点这个 U1。那这里呢，小鱼儿再啰嗦2句啊。如果你是一个新手，没有用过一个Midjourney的话，那这里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一期教程啊，从新手入门到一个精通，那么里面讲的非常的细哈，适合我们的新手。那你可以去学习一下，再回来看这个视频，那你理解的话就会轻松很多啊。通过那一个视频，其实你就会画图了哈。那我们如果说要这第1张的话，我点一个 U1， 这个 U1 呢，把这张图片放大，其实第3个也不错，把第3个也留下来。那这儿呢，我也会把所有的一些提示语呀，还有包括绘图的提示语呢，还有一个 GPT 的提示语呢，都会放在我的知识星球里面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遇到这种该交付失败啊，大家不要着急，你可以点一下其他的，你再回来点啊，这下就 OK 了。这是刚才重新生成出来的。
那我们在选择图片的时候怎么选择呢？其实我们最主要，你说要看一个它的一个完整性，对不对？你比如说像这个，它是一个侧面，那它的一个翅膀那边就看不见了哈。那这个呢，它能看见但它这个尾巴我们可以看到，它很明显，这个尾巴感觉没怎么画好啊。这张呢就有点太复杂了。那这张呢其实就比较完美啊，两边的翅膀，包括它的尾巴、它的脚这些啊，它头上这些东西都有，所以小鱼儿其实第一次就选中了这一张。那这里我们就不纠结了，我们就直接用这一张吧。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我们先右键点击这里把它保存。这个保存到哪里呢？你可以去新建一个文件夹啊，比如说这个是一个神奇生物，我们这里就需要去新建一个文件夹你要存在你电脑的哪一个盘里面，你要想清楚啊。那这里我们就新建一个文件夹这里来点一个右键，那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新建我们点这个新建，那这里有一个文件夹，我们点一下，在这里就新建文件夹了。神奇生物我们打一个神奇生物，前面加一个 AI， 那在这里就能找到这个时候呢，你就把这个图片保存到这个里面我们统一把它归档到一个文件夹里面方便我们等一会儿使用。那这个鹿选好了，接下来我们再选一个主角这个利亚放大给大家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还可以第一个也还行。我们点一个 U1 和 U3 分别把它放大。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它只显示了一个半身它的下半身没有都是一个半身。那我们就用这个吧。这儿我们需要用到一个缩小功能这里缩小2倍我们点这个按钮。后面呢还有一个自定义缩放所以强烈大家去看一下我的这一期教程里面有特别详细的讲放大缩小从这个模糊的这个图片看到它已经有一个全身在里面了。接下来我们的场景呢就会用到一个以图生图。那么如何以图生图呢？这里呢我也会在描述栏和右上角放一个链接大家可以去看一期详细的以图生图的一个教程。我们点击放大这个就可以，它是不同角度的把这个女主角给它展现了一下。我们点 U2， 那接下来我们把它保存，找到我们刚刚的文档。那我再看一下刚才 GPT 画出来的这个我们来参考一下。其实这个也还是可以的。那我刚才已经下载过这个图片了那我想用这个也可以。那这里有一个下载大家可以看到，点一个下载把它复制一下还是给它存到这个里面来。它其实是2种风格那这个呢我们可以把它裁下来接下来要用到另外一款工具了。那我们打开这个 Photobee 从电脑打开我们找到这个女孩。这时候我们直接把它用这个裁剪工具直接点这个文件导出保存，还是要找到它把它放到同一个文档里面。我们可以再裁一张侧面的其实全方位的，你如果说想让这个图片更相似的话，你的多角度你都可以把它裁一下就几张，到时候都喂给 Midjourney这样它能涂出来的效果会更好。那这里呢你可以用到这款工具我用的是一个这个 Vmore， 我来把这个背景给它去除一下其实这个背景可去除也可以不去除我这里呢上面有叠的时候呢有一些其他的我就顺便给它一起去除了可以看到它这里来，其实如果说你想把旁边这些想把它去掉也是可以的刚才因为旁边有点头发我把它去掉了我们点这个保存点这个下载。 OK 了，我们要正式开始画分镜图了。接下来把我们的2个主角点击这个加号把它上传给 Midjourney 再把这个鹿也给它上传上去上传之后要点一个 Enter 键双击一下，不对这里要单独上传看样子这里需要单独上传不能几张同时上传，一张来双击一下。 OK，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设置分镜图了，我们要开始画分镜图了。我们先点一个斜杠点个 Image，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出场的它有什么人物。Midjourney 回到 GPT 场景1可以看到是莉亚莉亚人物只有莉亚，我们就把莉亚的图片链接给它拉下来。这里可以点一个右键这里有个复制链接粘贴到这个 prompt 后面，需要空格一下再把它侧面的点击一个右键把链接粘贴到这个后面这里再空格一下接下来输入我们的描述词，我们的镜头1我们需要到下面来找到镜头1的一个英文描述这里一定要空格一下，不然格式不对也没法画图。空格一下把我们的描述粘贴进来，这里需要再空格一下杠 AR， 这个 AR 是需要小写的AR 一个16:9
这里再空格一下，加个杠杠。我们同时试一下立即5和立即6的效果啊，先来一个立即5的一个版本啊，我发送啊。这儿呢，我们再来试一个立即6的一个效果吧，我们看看哪个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给它粘贴下来就可以了，我们只是需要改一下它的一个版本号就可以了啊。这里改成一个6，那可以看到啊，它正在绘图了。Midjourney做出的图片啊，说实话真的非常不错。当然，这里我想看看 GPT 画出来的会是什么样啊，我就想看一下啊，这个我试一下。其实这一张的话，它的脸部特征是不太明显啊，这个地方不太能看见，但是这一张这个地方脸部特征能看得见一点啊，所以看一下我们做出来的图放大给大家看一下，再看一下我们刚才喂给它的图放大看一下。那这个呢是这样子的啊，这原图呢它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大眼睛啊，浓眉啊，其实还是比较相似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立即5版本的，看一下立即6版本的。据说这个立即6版本的绘出来的图更好啊，我这里打开看一下。你还别说啊，真的这个我觉得更喜欢啊，这个感觉有点怎么说，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朋友们你们说呢？感觉这个有点像小孩子哈，那这个呢更加的成熟一点啊，风格真的有些变化。那再看一下我们的原图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原图并不是这种形状的哈，不是这种风格的啊，这是我们原图。那事实证明，这个立即6的版本呢，确实效果会更好一点。OK， 那这里呢4张我们可以取2张把它保存下来啊。这样呢，后面用图的时候啊，以防缺图，那我们可以选择2个不同的动作，第1张和第3张啊，直接放大。那这里呢，我先不保存，我们先把所有的分镜图全部给它描述完了，我们再统一保存。接下来就下一个镜头啊，同样点一个 image，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镜头要出现哪些人物。那可以看到为什么要同时拥有2个、3个的绘图软件啊？Midjourney这里就出现了错误了哈，我让它继续那我们就回来。那这里呢，我们同时我们还是要去找到这个图片链接哈，点击右键把它粘贴进来。这个时候我就用这一张啊，我觉得这一张它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啊，我就用这一张啊，这里空格一下啊，把场景2的描述给它粘贴过来，记得一定要空格，这里再空格一下。用的是一个让我们把这个参数可以给它直接复制下来。其实参数有很多种啊，这个刚刚 AR 只是一个长宽比的一个参数啊，还有更多的一些参数啦。这里我也会把一个链接呢放在下面描述啦，和右上角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参数真的太多了，一两句说不清楚。这里直接发送啊，我们就不等它了，我们接着下一个场景。首先还是要先看一下它出现的人物哈。第3个场景里面还是有莉亚出现。那复制的时候我这儿说一点啊，刚才忘了说了，那这个是镜头几，这个我们就不用复制啊，我们直接复制下面的啊，比如说什么视角啊、人物啊，我们把这个复制下来就可以了啊，这个镜头几就不要了。同样把这个杠杠 AR 来复制粘贴下来。那看样子偷懒是不行的，我觉得这个人物不太像了，我还是需要重画这一张图，需要把2个人都给它拉进来。事实证明真的不能偷懒哈，还是需要2个。那我们就照着这样的方法啊往下操作，我们把所有的分镜描述全部给它粘贴下来啊。我们现在已经到镜头4了。那我们前面已经有了一个图片链接了，我们这个下面其实就不需要再去复制上面的图片链接，我们直接把这个给它粘贴下来就可以。这个就是它2张图片的链接啊。那这里可以看到很明显它的颜色不一样啊，跟后面一个白色字体一个蓝色字体，那我们就把这前面的复制下来就可以啊。这就是一个图片链接啊，也是以图生图必备的。现在是镜头4了，那接下来我就快速操作了啊，大家就把自己的分镜图去设置就可以了啊，去画图就行了。那这里小鱼儿还要说一点，很多朋友在绘图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慢，那很正常的，因为我们都是选择的合租的里面它是有很多人在里面做图的啊，那你就会需要排队啊，需要等待啊，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啊。绘图的话，你可以提前把你的要做的图片呢全部发给Midjourney。那么等到它画出来的时候呢，你再来进行保存。小鱼要纠正一点哈，其实同一个场景可以出现2个啊，一个人物或者一个动物。那这个可以看到，这是莉和这个鹿同时出现。我这里莉亚呢，我用了它的一个图片链接啊，为了保持人物的一致。但是这个鹿啊，它里面给了一个提示语啊，这个效果不行的。我们想要让它同时出现的话，我们还是要把图片链接给它加进来。那可以看到这里呢，我把图片啊，把这前面是女孩的一个图片链接，那后面呢，这是这个鹿的一个图片链接
我把它加进来之后呢，我就发现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可以看到发光的一个鹿出现了。那我们可以让它同时出现啊，但是我们需要同时粘贴2个提示语。那这里来，小鱼儿带大家再操作一下。我们先粘贴一个女孩的链接。那么女孩的链接呢，刚才上面也说了，我们这里已经有了，我们直接把它2个图片链接给它粘贴下来啊，空格一下，我们现在要把鹿的链接给它粘贴进来啊，右键点击这里复制链接，空格一下哈，这里再把我们的提示语输入进去。这其实就牵扯到了一个高级提示语哈，这个之前小鱼儿的教程里面有讲啊，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啊，把我们的提示语给它直接粘贴到后面，发送。这儿我的图就马上要画完了，还有最后一个场景了，已经到场景9了。那看一下一个场景10，有莉亚，还有尹一路都有。那我们就把他们2个的链接都给它加进来。那这里呢是鹿和人和这个主角的链接哈，图片链接这儿我们可以直接复制粘贴啊，这里空格一下，我们再回来粘贴一个场景10的一个描述，空格一下啊，还是加入一个 OK 了，把后面的参数加上。那这里呢，所有的图片就全部已经画好了。接下来呢，就是选择你要的图片。大家可以看到，米经理它每一次绘图都给我们4张图片，那你不用每一张都保存啊，你保存个2到3张啊，或者说你认为1张可以，那你保存1张也是可以的。那我会保存2张，我们需要先放大才能保存哈，每一个场景都需要先去把它放大。那接下来就是保存图片，我们把它放大，点右键保存，所有的图片都已经完成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可以看到米经理绘图真的效果非常的不错哈，特别是这一张啊，我觉得非常的画的非常的好，还有这一张啊，我觉得这2张效果非常的好。好了，现在进行我们的下一步了。那第3步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图片变成一个动图啊。这里我推荐一个 LayerPack 啊，这里呢我们直接登录进来，所有的链接我都会放在描述栏啊，大家可以直接点击打开。那目前为止呢，这个 LayerPack 呢，它还是可以免费试用的。我们登录进来之后呢，我们直接点这个按钮，那选择一张图片。那这个工具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它会让图片上下左右的动啊，这边可以调整，可以看到啊，可以上下动啊，可以左右动，也可以旋转动，可以上下旋转。那这个往前推动，这个往后啊，这个是往右啊，这个是往上啊，这个往上面也是。那你可以看一下啊，哪个更适合，这个效果就可以。我们直接点这个下载，还要点下一步，那接着再点下一步啊，可以看到它正在下载。OK， 已经下载成功了。那这里呢，我们点这个按钮继续啊，把这个放弃，重新上传。那上传的这个时候会稍微等待一下子。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鹿啊，让它怎么动。那其实这样轻微动一下就可以啊。我们继续点这个按钮，点下一步啊，点保存。那所有的图片呢，你都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来进行操作。那链接在描述栏。那下载好了之后呢，我们点击电脑端的下载，我们同样还要把它保存在一个文档里面，找到你的文件夹。那这里你可以存一个没有去水印啊，这里细心的小伙伴可能会发现，我们点开看一下，那可以看到下面呢，它是有一个水印的存在了，在这个右下角这里。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去除一下水印。这里可以谷歌搜索一下视频去水印工具，我平时用的就是这个哈，直接就非常的简单啊。我们点击进来，那进来之后呢，都无需登录啊，我们就可以直接操作。打开这个文件，选择一个文件，那可以看到水印在这个位置啊，操作非常简单。我们这里有一个十字加号，我们直接把这个地方给它圈起来，点击一个下载预览，那可以看到下载上去了，那关掉。再来选一张啊，继续这个动作，把这里圈起来啊，下载预览。那这里呢，可以打开看一下水印还有没有。那下面的水印就没有了啊，唯一的缺点就是说这里还有一个黑色的部分在这里。如果说你们有更好用的一个视频去水印工具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那同样给它进行一个保存啊，你可以把所有的图片都这样操作一下。那可以看到啊，这上面的水印已经去除了。接下来就需要一个音乐的生成，这里推荐 Mubert 啊 ，Mubert 链接也会在描述栏。那这里非常的简单啊，我们这个故事需要一个什么音乐，我们可以问一下 GPT。那这里你看，它一下给了我们好几个建议，5个建议。根据这个故事呢，要反映出神秘、情感深度，那我们就太长了哈，我们选择短一点。
那这里我就让它一句话描述，我们直接把这个把它粘贴到描述这里45秒就可以啊。这里点击这个生成，那需要验证一下，那可以看到这里正在加载当中，正在生成。好了，我们可以来听一下看。音乐还是不错啊，我们直接点击这里有个下载按钮，下载好了，它是下载到它的这个Ubert 里面，我们还需要进行下一次的，还要再下载一次，点击这个下载。这里需要注意一点啊，我们要使用它的音乐的话，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链接呢放在我们视频下方啊，或者说视频里面一定要出现它的一个地址，点击这个按钮。好了，音乐已经生成好了，那视频有了，文案也有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去制作视频了。那么视频看到这里呢，喜欢小鱼儿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如果你对 AI 也感兴趣的话，那你可以跟着小鱼儿一起学习。那这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故事脚本给它复制一下，接下来就打开剪映专业版点击图文成片，在这里选择一个自由编辑文案。那么这里如果大家还不知道如何使用一个剪映来制作视频的话，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一期教程。这期教程是专门讲的一个剪映的，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我也会把链接放在描述栏和右上角。那我们选择个自由编辑文案，我们把它粘贴到里面。那这里我们选择一个解说员，这里可以试听一下。在一个被遗忘的岛屿上，在一个被遗忘的岛屿上，我们选择童话解说吧。这个生成视频这里我们选择使用本地素材我们自己添加素材。那这里我们把这个音乐给它删除要使用一个无版权的音乐。接下来我们就上传我们的视频。那这里我们可以让它进行一个排序创建时间进行一个排序，把这些我们把这些图片给它全部拖进来你可以根据一个场景。那这儿我们所有的素材就全部已经给它添加进来了，大家可以挨个来添加。按照它的里面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脚本来进行一个添加确保每一个场景和它的一个文本都能对上。添加好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添加一个音乐。那这里点一个导入，这是我们刚才生成的一个音乐这里把它添加进来。那可以看到这个音乐它不够长我们需要再复制一下。那在这个后面呢，再给它粘贴一下这后面还要再粘贴一下。多余的呢，我们就直接给它进行分割这里直接裁剪掉。那我们听一下看，在一个被这个音乐声音有点大了我们把它的音乐声音调小一点。我们再试听一下。遗忘的岛屿上隐藏，这个声音就差不多了我们调整一下。那这里是调到 15.4， 那你可以这里同时给它两个选中给它调到 15.4 拉动这个就可以差一点点也没关系。 OK，这里呢音乐配上我们只是加了一个图，加了一个动图和一个音乐那其他的都是剪映帮我们生成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在一个被遗忘的岛屿上隐藏着一个神秘的秘密，这个岛屿名为阿里亚多，被浓密的迷雾和奇特的自然奇观围绕，传说中只有真正的探险者才能找到它的入口。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年轻的探险家利亚，从小他就被父亲讲述的阿里亚多的故事吸引，那里据说居住着一种罕见的神奇生物影翼鹿，这种生物能在夜晚发光，光芒中隐藏着治愈和保护的力量。利亚坚信，如果他能找到影翼鹿，就能解开岛上的秘密，并治愈他生病的村庄。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研究，利亚终于踏上了前往阿里亚多的航程。他穿越奇形怪状的植被，越过险峻的山峰，最终来到了一个神秘的谷地，那里是影翼鹿的栖息地。在月光的照耀下，谷地中的景象让利亚屏住了呼吸。影翼鹿群在草地上闪烁着银色的光芒，它们的羽翼轻盈地扇动着，似乎与夜空的星辰呼应。利亚慢慢接近这些神秘的生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和平与安宁。突然，一只成年影翼鹿走向他，他的眼中闪烁着知晓的光芒。利亚伸出手，轻轻地用鼻子碰触他的掌心，一阵温暖和治愈的能量流遍他的全身。这一刻，利亚知道他找到了他的答案。影翼鹿赐予他了治愈的力量，也赋予了他保护自然和家园的责任。回到村庄，利亚用新获得的力量治愈了村民的疾病，并讲述了他的冒险经历。
他成了村里的英雄，也成为了守护阿里亚多秘密的新守门人。故事就制作完成了。这里呢，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导出，那我们选择这个文件夹啊，点一个视频导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把你的视频呢上传到一些平台啊，你 YouTuber 也好，抖音也好，小红书也好，视频就制作完成了。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那如果在制作过程当中呢，还有什么疑问呢？大家可以给小鱼儿留言，你也可以加入小鱼儿的知识星球。做视频其实并没有多难啊，特别有了一些 AI 工具，那我们做视频就变得更加的容易了。喜欢小鱼儿呢，记得订阅啊，并分享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